这下真坏了，焦丘、飞霄、林莎三大体系补强塔当舵，2.7居然一下又来2的限定人权辅助，而且还是咱们的老熟人周日德以及五星大天云，更别说2.6附套2.2的杀金的黄泉，这下大家钱包是真要爆炸了。那我们把小角色部玩到端辅带到名上。现在大家都很好奇这两位新角色的定位、技能、机制的强度吧？本视频就要为大家前端分析一手。首先，咱先来分析一下2.7上半的新角色放假新神星期日。大伙7休日结束收假的第一天，官方就放出了休德的角色例会，这拍照能力比那些深渊灵体主播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真说老米真有你的。角色机制方面，目前几位限定同学都可以说是德智体系的绝对辅助核心。星期日理论上不会和之前几位走同一赛道。考虑到这版本推出的新仪器气象交乐园和林莎都有意无意的提到全新的造物体系，同时周日德尔身边也都环绕着周本 BOSS 神主日同团的小精灵。值得一提的是，在神主日 BOSS 副本中，这些小精灵旧梦的回声也的确被堆列为神主日的召唤物，还有着一定的推调能力。种种迹象表明，或许周日德就是负责引领造物体系的核心大端。如果星期日是走造物路线的话，那他所需的饰品大概率就是目前唯一和造物多少多的气象交乐园。从这效果来看，星期日应该是需要堆叠双爆属性，并利用造物提供控制和我方争议的辅助角色。这一类型目前尚不明确，但既然新仪器适合爆伤有端，那想必周日德也能根据自身爆伤提到全队造物的暴击伤害。同时，神主日有2的技能都是让全体造物全部立即行动并造成伤害。如果这些技能能够承动移植到角色身上，恐怕周日德将会是一个集造物群伤拉条与爆伤争议于一体的终极人权辅助，这要咱警员大将军包站起来的啊！但不管怎么说，德比有神必抽，那新铁就是有令史必抽。顿火段周日德还算是半步秩序新神，至于想让我们永远放假的男人，他特别不强，但我不能没有。想抽现在就可以开始攒新穷了，所以想等2.7第一时间拿下星期日，把他抱回家小伙伴，起来弹幕里投波1吧。相比于上半周日德的技能还能从周本里有迹可循，下半的大天云望堆人的技能线索就非常少了。但既然是虚无角色，曾经4星天云引以为傲的充电宝能力多半是不会有了，取而代之的应该会是虚无角色一段的简易增伤机制。不过大天云和前不久当进池的焦丘同为火系虚无，很显然不会这么快就复测他的灼烧豆和刀瓶负面能力，而是另辟蹊径走其他体系的赛道。但我们都知道追击体系一般都是一鸟带双吸，大天云处于和黄泉定位一样是虚无双爆吸，并且还打追击，否则很大概率是插不进去的。目前可能性最大的其实就只有击破队，正如林莎上位替代加拉赫一样，2.7的大天云也有很大概率替代1年前的软梅或者美灰白嫖同学组。毕竟虚无角色这玩意在击破体系内那是真的大有所为，无论是击破以上还是常年削减敌人的韧性条上限，都得击破体系带来自变级的提升。那召唤物体系有没有可能呢？当然有。这次的大天云例会仔细看就会发现，有很多和幻龙周本 BOSS 类似的连环元素，同时角色杜氏也证实了幻龙的一部分毁灭之力还保留在他身上，这也表明大天云有那么一丝可能够召唤出幻龙同团的破灭悬连。这玩意的机制还倒是伤害、减防、静疗以及无视防御，和虚无辅助的定位推出完美符合。总体而言，这次2.7和2.1周年一样，属于那种上下半端探例会和命途剧的抽爆塔池，而且按时间算，2.7一度那就是 3.0。要知道老米一向喜欢把体系大短藏在版本末期，有条件的小伙伴一定要准备好星穹备战2.7双短版本。所以你想抽谁呢？为什么？希望大家能点着3连一起冲上热门，拜托了，这是我一生的请求。